这一队有请。男嘉宾小谢，23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鱼，同样23岁，来自辽宁，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姑娘是觉得他对谁都好是吧？对。是中央空调吗？其实也不是，就是他想的太多了。他就是一个对身边朋友特别好的人，而且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对异性朋友。比如说嘛，他有一个也不算是特别好的朋友吧，女生过生日，他就给张罗的，叫了一大帮人，订的饭店，订的蛋糕，布置的那个屋子，然后又在墙上贴的气球。然后让那个所有的人在气球上面都写上那个特别感人的话。当时反正给那女生弄得特别感动。到了我过生日的时候呢，根本就是忘了，生日礼物也没准备，找了一个特别蹩脚的理由，说的是在淘宝上订的，然后人家一直没发货。当时确实是嘛，他的生日的时候，我是想好好过一下的。最后呢，那段时间学校的时间也比较多嘛，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心，但是生日最后也过了。对，你订个蛋糕就过生日了。那你跟人家用心程度一样吗？那两个人在一起，你说何必趋于那些形式呢？问一句啊，是所有的异性朋友都按贴气球、写标语的那个标准来吗？也不全是。我觉得这种待遇应该就是女朋友才能有的。行吧，这个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对啊，这个就过吧，反正生日就1年就一回嘛，是吧？对呀，1年就一回，他还这样。而且不光是就是过生日的时候，平常也是的。比如说其他朋友我有什么事儿哈，他都会记挺长时间。然后我们两个就是100天的时候，当时让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他给我买了一个耳钉。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就拿他手机逛淘宝嘛，然后无意当中看见那个订单了，花了9.9块买的，还包邮呢。其实当时就是在网上翻到一个，你没有太在意价钱嘛。你主要是挑样子了。对，就是看到很好看嘛，然后就。那你如果就是只挑样子的话，然后我有一次就自己翻我的那些视频，就看见了一对就是金的，好长时间没换着戴了，我就戴了一下，然后他就看见把他那对换掉了嘛。见到我之后就冷嘲热讽的就说：“人的是没有金的好啊。”当时真的是一句玩笑话，然后他就能理解成冷嘲热讽。再说了，你说两个人在一起送个礼物，何必看价钱来衡量？那你要给你朋友送的礼物的价值呢？不，你确定你这件事是非常走心的给人挑的吗？还是说价格排序？从最低到最高9.9块，你就买了？确实没有看价钱，我没有太在意价钱，真的是当时看着好看买的。如果姑娘，如果她不是因为价钱的问题，确实是上心挑的，这事儿我觉得没什么。我也没要求说她必须得给我买什么其他的，但是至少说你差不多一点，你走点心不行吗？还有别的吗？就是他对女生，特别是女生朋友特别关照，他总有他的理由，就是说。比如说，有个学姐要毕业，晚上呢都已经半夜了，他打电话，那个叫出来喝酒啊，临走了就是想他，然后聊聊天，他就跟人去了。是出来喝酒，大家一起开心，还是学姐说想你了来，2件事儿？这是一连锁的反应。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这电话你都听了是吧？他说的呀。其实我去之前也告诉他了，我跟他说，我说一个学姐要毕业了，找我出去吃饭。他就是想的是啊，人家学姐想我了或怎样的，然后我跟人家去出去啊，喝酒了，怎么样的，其实根本就没有。哎，这学姐是他的学姐吗？是啊，一起去啊，都是认识的。我跟那个学姐不熟。没事儿，你是他女朋友，可以跟他熟。人家学姐没想跟我熟。你可以跟他熟。人家学姐只想对他好。啊，那你为什么不带他去呢？就是普通的一个学姐，平时挺照顾你的，然后她临走前叫你吃顿饭叙叙旧啊，以后见面可能机会少了，就因为这点事儿，她就能把它理解为是。我是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吗？那你咋不说你俩晚上出去就联系不上了呢？出去之后半夜10点多吗？那我大概12点多1点了给打电话，问问喝没喝完呢？然后那个回没回寝室啊？把那学姐安全送回去啊？对不对？很体贴。对啊，结果打电话打不通啊。找不着人了，因为当时手机没电了。但是第2天回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什么都告诉他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几点那个回去的呀？告诉我啊，昨天晚上没回去，我俩喝了1宿。没有，就是吃饭吃得很尽兴嘛。也没有喝1宿，就是聊天聊得很久了。就你跟学姐，还是有陆琪老师他们都在？就2个人。就你跟学姐，喝了1宿。没有喝1宿嘛，就是聊1宿天嘛。连聊带喝，一共1宿。然后就不光是学姐嘛，她平常对女生也特别照顾比如说她跟她朋友们一起出去，就有一次就是她把一个单身的女生
他给人家送回去的，给人家安顿好了之后，也是我就找他就找不着了。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才联系上，我就问他，我说你昨天晚上干嘛了呀？你咋说的？我明确告诉你了，我说我吃完饭，然后把一个女生送回去了，然后回来了。啊，然后给人家照顾好了，是不是给人家还那个就是送上去了，照顾好了？那我给人送回家不正常吗？那人家有别的单身的男生，怎么就选到你了呢？人家喝醉了，正好我在旁边，我说那我送你回去吧。那不能因为我不是单身，我就不送他回去，把他晾那儿啊。你就不能稍微避避嫌吗？你至少给人家其他单身男生留个机会啊。我因为要避嫌，所以说把一个喝醉酒的人晾在那儿吗？那人家其他人有说不送的吗？对，你女朋友是好心，她的意思是说你别占那么多资源，还有单身的呢，是吧？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觉得她这种态度对你来说还挺委屈、挺冤枉的？就是有一次吧，我们几个人也是好朋友出去吃饭嘛，然后他认识吗？他有的认识的，然后他也是没去嘛。当时他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去之前我告诉他了，我跟谁吃饭，然后当时途中的时候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我没有接到，然后之后手机也是没电了嘛。第二天回去的时候，他把我微信里面所有的女生都删了，包括我妈妈的微信都给我删了。我是故意删的你妈吗？删没删？删了，不是故意的，就是怎么证明不是故意的？他说的一点都不客观啊！他下午就跟朋友出去了，结果一直到晚，就是都已经11、12点了，连个消息都没有。那我给他打个电话不正常吗？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刚开始的时候是打通了没人接，后来打不通了，最后就关机了。关机之后，那你说我不担心吗？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什么情况啊？就怎么后来就不接电话了呢？当时他态度特别不好，直接就怼我，就说就不接你电话怎么的呀？就不接了能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啊！你说跟你好好说话，你不好好说，对不对？那我当时脾气也上来了，而且当时他们那帮人里边吧，也有一些就是我不是很喜欢的女生。我说你不乐意出去玩吗？那我就都给你删了，我看你再联系他们。因为微信它就是女生的那个标志不是红色的嘛，然后我就把所有带红标的女生都删了，因为人太多了，没太注意哪个是他妈妈。误删。对，误删。问个问题啊，就这里面我听出一个问题来。就是好像每次只要你跟女生出去，或者一整夜没有去向的时候，基本上手机就没电了。不是，现在手机确实是电池很不抗用嘛。那你放吧台不能充吗？有时候你说确实充电器还不带，就那几回是赶上了，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无巧不成书，按你的解释是吧？他就是永远他都有特别巧。你信吗？其实你说不信吧，也信啊，信就行了。但是气人呐，那总这样多生气啊！他根本就是不计较他跟女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他自己不拿捏尺度是吧？对，就是你说我好朋友跟他都不是特别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朋友点了碗面，端上来了，我朋友刚吃了一口，他隔着我就问那个我朋友好吃吗？我朋友说还行啊，筷子就伸过去了，就夹过来了。我当时看完我都懵了，你说你让我怎么说呀？就是尝了一口饭的事儿，你说至于吗？不是你尝人家的饭干嘛呀？就是我当时就想，我说问他好不好吃，我想尝一尝。那你自己买不起啊？再点一碗呗。那何必呢？你说就是一口饭的事儿，然后就因为这些事儿，你说，就是他根本就不计较。你说这是我好朋友，对吧？也不能说啥。你说当时，那你好朋友不觉得别扭吗？别扭啊！他吃完之后，你好朋友还吃吗？别扭啊！但是我朋友当时你说怎么表现出来呀？还挺尴尬的。然后我当时表现的就挺淡定的。我说那你说咋？然后这碗面就3个人吃的。这倒是省钱了啊，符合他买9块9耳钉的这个一贯的节省的品质啊。这事儿过吧，一会儿老师们给分析啊。来，还有吗？然后我就跟他就说过，就是大概让他保持跟女生的距离的这种。然后他就觉得只要这个女生吧没跟他告白，那就不叫喜欢他啊。那有女生跟他告白过吗？有还有啊？他拒绝了吗？最后结果是拒绝了呀，但是被我扼杀的呀。你说这扼杀的过程吧。就是那个他不是挺多才多艺嘛，然后就有个女生就也是要了他的联系方式，加了微信，然后就跟他聊天，表现的就是挺喜欢的。那个女生确实感觉到，她可能是对我有一些朋友之上的一些感情，但是你说停一下，我还问一句啊。就是女生对你有朋友之上的感情，你是能察觉到的，是吧？确实能感觉到就好啊。我以为她感觉不到啊，那个是要检查一下。然后我俩一起吃饭嘛，然后那个女生就给他发消息大概就是问他在哪儿呢，干嘛呢，吃没吃饭呢，跟谁呀之类的。
手机在他手里嘛，就响了几声，然后我就问他谁呀，他没说话，我当时我就一下子火就上来了，那我就把手机拿过来，我就把那女生没骂她，我就用的很委婉的词语告诉她，她有女朋友，你下回能不能别总跟她联系了？是你说的？我说的。啊，说说你当时什么反应？当时我确实我挺那个什么的，我挺不乐意的，但是他把手机抢过去了，我也没办法呀。他就觉得你怎么能就是这么野蛮呢？然后结果那个女生过了几分钟之后把电话打回来了，你说这不就是挑衅吗？然后呢？手机在我手里边，我就给接了啊，我就用了一点不是很恰当的，就把他给骂了啊。就因为这事儿，他就跟我老可不乐意了，就说你这人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骂人呢？但因为当时我想的是自己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跟人家女生解释清楚。他那么一弄的话，你说把这个事情就极端化了，我觉得，就用一种特别不好的方式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就跟他晚上的时候嘛，就给他打电话了，就那意思就是不行了，就喝酒了，然后心情也不好了，就也难受了，实在是难受的不行了，憋不住了，跟他就告白了。他就怪我，就是你看你要不是赖你的话，人家能就是给人家逼到这份上吗？这告白之后他做了什么？他就是很委婉的把人家拒绝了，然后就是那以后我们俩还是可以当朋友的，你有什么需要什么麻烦，你还是随时可以找我。所以你会觉得没安全感是吗？对呀。你们俩今天来要干嘛呀？我就是希望他能够正视自己的这些问题。那你为什么来啊？其实我就是想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啊，并不是说他想的那样。所以你是委屈的是吧？也不是说委屈吧，但是我就是也希望他能够理解我一些。怎么办呢？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最近遇到一件事儿，一个男的玩游戏，然后在游戏里面呢，他是那种组长那种感觉啊，照顾人照顾那叫一个好啊，整个家族里面从上到下管的是井井有条，谁家出了点什么事儿，他都要去问清楚。他玩了大概1年多游戏，后来突然之间有一天，论坛上面闹出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呢？他老婆啊跑来跟他闹离婚，说他从来不管家，小孩生病也不管，小孩上幼儿园也不管。这个时候大家很震惊啊，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把所有人都管，怎么就不管自己家里人？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叫中央空调它有灯下黑，他为什么对于自己的内部那个人，他反而就不去取悦了呢？很简单，他对你没有对外人那么强的需求，外人对于他的那种情绪的输出，他会更敏锐。你对他的情绪输出，他没有那么敏锐。他刚才说了一句话，哎呀，反正都是自己人，又不是外人，我就不叫他了嘛。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当两个人谈恋爱或者结婚之后，男人会觉得都已经是内人了，我不用管了。姑娘会觉得，哎呀，这是我的人，我要把他管牢一点。他的任何一个情绪，任何一个表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你的表情、你的情绪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强的意义。你的目光是停留在别人身上的，是没有停留在他的身上的。你会说，我那个人跟我表白，我不拒绝了吗？我跟他有没有结果？我又没有真的出轨，所以你才会觉得委屈。我没做啊，这是你委屈的点。但你能理解他委屈的点吗？他委屈的点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标准是为什么你会允许这样的过程出现？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有女性朋友，但是你必须要让我知道是谁。晚上8点以前你要回来，如果你回不来，你给我一个电话，你可以允许你延迟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这个标准你能接受吗？可以。这个标准你能接受吗？把排他性的标准给定下来就好了。然后你要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关注度要发在自己人身上。当你的关注度没有放在自己人身上的时候，你现在觉得没有问题很安全，以后有你不安全的时候。然后我最后说你一句，自己的人生不精彩，才会把所有的关注、所有的注意力放到别人的人生身上。活好自己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啊。这个自己人呢，其实是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我们会经常跟自己人发脾气，然后跟自己人说话语气比较冲，然后所有的不好的负面的东西全留给自己人，把最阳光最积极向上的一面都留给外边的人。也就是说，在你的世界里面，外人比自己人要重要。但其实真正如果你很在意的人，你把他真正的当成自己人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态度。
还有一点，你身上的问题就是不懂拒绝。这女生就是对你有意思，我就是要怎么样，但是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享受这种被捧的感觉。当你身在花丛当中，放眼望去全都是玫瑰花。我跟你说，最后被扎的最惨的就是你，这就是你不懂拒绝的后果。大家都知道是说什么大学毕业要走啊，然后这种学姐找你聊天，谁没上过大学啊？毕业前的表白嘛，俩人能喝一晚上酒聊天，聊什么呀？无非就是跟你告诉你我喜欢你，错过了什么样的机会，然后你对我有没有意思，大家后悔一下，对不对？其实啊，我要跟女生说一点，她拿诚实当幌子，就她可能给你表现的是，你看我什么都跟你报备，我跟这个女生出去吃饭几点，怎么回事，我们一晚上没回来，我们俩喝酒聊了一晚上，我全告诉你，我清清白白的我告诉你，可这一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了你一个表面的现象，可是内在的东西是什么？你如果要是分析的太透彻的话，到最后伤的就是你。所以，我想跟男生说的就是，你可能真的没有太喜欢这个女孩。如果真正爱一个女生的时候，当你的手机没电，你是会想办法充电，跟她联系，告诉她你在哪儿，甚至你想要分分钟钟跟她在一起，而不是说我尽量能够躲你不在的时候，我尽量让这样的时间多一些。男生应该诚实一些，面对自己的心，爱就好好的爱，一心一意。对待一份爱情认真的时候，也是对自己负责任，好吧？好，谢谢沙老师啊。男生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的那些行为，男生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认为那些行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人一般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在有了配偶之后，依然不放弃向所有的异性展现自己魅力的可能，一丝一毫也不放弃。很多事情都是他直白地告诉你的，对吗？莎娜把它解读为是一种报备，在我看来不是报备，依然是一种魅力的体现。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他的潜台词是有一种道德优越感的，就是我告诉你，我是你男朋友，这没错，但依然有很多女人喜欢我。我本可以跟他们很轻松地发生点什么，但是我很正人君子，我并没有做。但是同时，当一个男人把自己和其他异性之间所谓的魅力和自己所谓的道德优越感在你面前说出来的时候，也恰恰证明了他的幼稚。至于人品吧，我估摸着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长久以来没有人教他爱情的界限在哪里。其实这是一种悲哀。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内心深处一定有自己特别想要去维护和珍惜的一样东西。如果一个人内心没有特别想珍惜的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也不会珍惜自己。所以说这是一种悲哀啊。所以对于你来说，男人可以管不可以惯，但是管的方式有点不一样。管不是在他身上下文章，而是告诉他我的底线在哪儿，让他自己慢慢去体会。你只要在他犯错的时候拿出自己的标准就可以了，在其他的时候要做到不质疑他，认可他。但是当然，如果在你一次次亮明自己底线的时候，他内心反而一直没有愧疚，始终认为我的认知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应该有尊严的离开，过好自己精彩的人生。小伙子，人这一辈子坚持该坚持的，珍惜该珍惜的，要放弃该放弃的。风流的下场一定是悲哀。在乎一个人，最终你能得到同样的幸福，好吗？就这样。好，谢谢啊。好了，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有些时候我是感觉到，做的一些事没有太顾及到你的考虑吧。我也希望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互相理解嘛，两个人发生问题也是，双方都有问题嘛。所以说，如果以后也希望你能多理解我吧。其实我以前真的挺喜欢你的，但是你今天表现的挺让我失望的。以前衣服上边丢了一颗扣子，后来等我找到那颗扣子的时候，衣服也已经换了。
我怕我等过了春天，可你来的时候已经秋天了。你真的是个挺好的人，希望你以后也好一点吧。好嘛，女生最后亮了一下剑啊，这亮剑你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也许今天这剑就挥下去了。虽然你很好，但是我不接受你这些，我的底线你挑破了。也许还有一次机会，谁知道呢？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请回。来，请关门。欢。相信女生可能在来之前也有答案了，男生可能在来之前也有答案了，只不过今天来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重新检讨一下这段情感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男生觉得女生做过了，认知啊，我觉得是个好事儿。23岁刚开始嘛，我们去经历爱情，用心付出，当发现真的不能接受对方的时候，又何必要把一个人缠死呢？让自己不快乐，